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2部古偶连刷，程毅贵的演技炸裂，对比一笑随歌差距一目了然。看完《富山海》再刷一笑随歌，这落差感像坐过山车还没系安全带。富山海刚收官那几天，檀木区简直是大型客生死现场。程毅那场爆人贵的戏，嘴角挂着血，眼神空到能吹进风。我本来以为自己免疫了这种古偶煽情，结果还是被戳了一下心窝。有人说他只是站在原地不动，但那种绝望感比500句台词都管用。对，这就是演技啊，不是瞪大眼睛就算悲伤的。然后转头去看一笑随歌，怎么说呢？就像你刚吃完一碗正宗牛肉面，再来一份泡面，还忘放调料包。女主李沁出场的时候，我第一反应是额头真开阔，但不是夸她聪明的那种，是镜头太诚实，把脸型拍得棱角分明到有点奇怪。我差点打错名字叫成李琴。她化妆师估计很爱平眉加腮红套餐，可惜配上白到发光的底妆，在古装滤镜里显得格外现代化。有网友形容她某个表情像是在跟敌人讲价，你给我退一步，我也退一步，但台词其实是狠话。这种反差只能说挺抓马，但不是剧情需要的抓马。而且蓝色长袍加紧贴脸型的发饰，本该衬托人物气质，却让他和身边的小配角站一起时变成了路人甲，以丙既视感。男主陈哲远在远景里还行，有股富贵公子范儿，可近景就完全变味了。他那个微笑唇加宽鼻翼组合，让整张脸莫名带着一点市井气息。当女主朝他射箭时，他居然皱眉又咧嘴，好像下一秒要喊茄子。这一幕让我怀疑是不是导演临时改剧本，加了喜剧元素。后来想想，不对啊，他后面吃醋也是同款表情，官方宣传叫占有欲爆棚，但屏幕上的感觉更接近困意爆棚。最离谱的是，当女主晕倒，他没有任何担忧神色，而是一副眉毛打结，嘴巴撅起的小孩模样。这种状态如果放在校园轻喜剧可能还能成立，但这是武侠背景啊兄弟！而且他的双眼皮肿得抢戏，每次特写都让我忍不住盯着看，完全忘记剧情发展到了哪一步。相比之下，富山海的节奏和氛围就稳很多，即便他也曾被吐槽过剧情老套，可演员之间情绪传递是真的在线。有段网友评论特别好玩，一个是在演角色，一个是在演自己。虽然夸张，但这种观感差异确实存在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造型团队不同，富山海的服饰细节很耐看，而一笑随歌某些服装颜色搭配甚至让我想到婚礼伴郎团。还有个小插曲，我朋友半夜刷短视频看到陈哲远的一段片花，说他那个动作特别帅。我去找来看，一开始觉得还不错，然后镜头拉近又回到了熟悉的迷离眼神和松弛状态。所以到底帅不帅，可能取决于你停留在哪个距离吧。我甚至怀疑，如果全程只拍中景，这部剧口碑会好不少。现在网上已经有人做出了各种对比剪辑，把2部剧类似桥段拼一起播放，那效果只能用4个字形容：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有弹幕调侃，这不是武侠，这是温室里的武林大会。还有人补刀，导演是不是把 BGM 开错档位？坊间甚至传说，当初选角阶段一笑随歌男主演员名单换过3轮，不过真假没人敢保证啦。茶余饭后大家就爱这样聊，你信不信随意。最近追完2部古偶剧，一部是程毅主演的《富山海》，另一部是陈哲远、李沁主演的《一笑随歌》。不得不说，这种连刷带来的落差感真的非常强烈，就好像你刚刚体验了一次高配沉浸式过山车，
紧接着又被安排去坐了一辆滋滋作响的碰碰车，氛围和质感完全不在一个档次。先说傅山海，程毅在剧中的几场跪的痛哭戏，真的是稳稳戳中了观众的情绪点。他那个嘴角挂着血，眼神空洞的瞬间，完全没有刻意卖惨的痕迹，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失魂落魄感。很多网友都说，他哪怕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整个人散发出的绝望气息，比台词更有穿透力。这就是所谓的眼神戏，是把角色内心世界演出来的表现。观众在弹幕里刷刻生死的同时，其实也在默默认可程毅这份真情实感的投入。而对比到一笑随歌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。女主李沁虽然颜值不错，但在这部剧里造型和妆容实在不算友好。平眉搭配高饱和腮红，再加上过于白皙的底妆，让她在古装氛围里显得有些违和。尤其是某些特写镜头，额头和脸型被放大的过于生硬，反而冲淡了她的灵动气质。有观众调侃，她在说狠话时的表情，倒像是在市场里讨价还价。这种错位感让观众很难进入剧情。至于陈哲远，他的表现更是槽点满满。远景镜头下，他的确有点公子哥的气质，但一旦拉近，面部细节就完全撑不住了。微笑唇加上宽鼻翼的组合，让他的表情莫名带着一丝市井气。在本该表现愤怒或心动的场景里，他却总是一副似笑非笑的模样，甚至有人调侃他好像随时准备喊茄子。尤其是女主晕倒的那一幕，本应展现担忧和心痛，他却皱眉撅嘴，像个撒娇的小孩。这种轻喜剧感放在武侠背景里就显得极为违和。相比之下，傅山海的整体氛围掌控要稳定得多。虽然剧情也曾被批评过套路化，但演员之间的情绪传递是顺畅的，观众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人物间的依赖、痛苦与挣扎，而不是被表情管理拉出戏。有网友评价，一个在演角色，一个在演自己。虽然话糙理不糙，这种直观差异就是两部剧口碑拉开的原因。服化道方面，傅山海也明显更用心，衣着的层次感和色彩搭配衬托了人物性格。而一笑随歌的造型，有时候甚至让人联想到伴郎团。尤其蓝色长袍的搭配，不仅没有突出人物气质，反而让角色在群像里缺乏辨识度。演员站在一起时，反倒像是一群没有身份背景的路人。有趣的是，网上已经出现了不少对比视频，把两部剧类似情节拼在一起播放，结果一目了然。傅山海的张力让人带入，而一笑随歌则显得轻飘飘。有弹幕调侃，这不是武侠，这是温室里的武林大会。甚至还有人吐槽导演配乐没把握住氛围，某些桥段的背景音乐像是开错了场合。当然，一笑随歌也并非全无亮点，部分远景动作戏还是能看出用心的。陈哲远在中景镜头里偶尔能抓住人物的俊朗一面，但只要切到特写，问题又会显现出来。观众甚至开玩笑说，如果全剧只用中远景拍摄，可能口碑会好很多。综合来看，傅山海凭借演员演技和情绪张力撑住了场面，即便剧情不够新颖，也能让观众带入其中。而一笑随歌则在演员表演、造型设计和氛围营造上全面掉链子，导致整体观感差距巨大。两部剧连着看，更容易体会到那句老话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这或许也说明了一个道理，古偶剧不仅需要俊男美女的外形，更需要演员真正的代入感和细腻表演。只有当人物的情绪被真实传达，观众才会相信他们所处的世界。程毅在《傅山海》里的表现就是最好的例子。